法治故事耐人寻味，不容错过。重庆市城口县以南40公里的治平乡深山茂林中，有一个静谧的小村庄。村里有个普通的农家小院，一家之主牟能华有2个儿子，一家人生活的宁静而温馨。然而1988年2月，一个女孩的出现让这个家失去了平静。她叫杨春，时年20岁，漂亮而时尚。带她回家的牟家大儿子牟国江这样向大家介绍：我女朋友杨春。村民投以羡慕的眼光，一看就是城里姑娘，漂亮。杨春的确是城里人，家住抚陵，父母都在国企工作。1年前，牟国江到抚陵帮姨父打理服装店，认识了同样帮亲戚看店的杨春。2个年轻人常在一起聊天。一直住在城里的杨春对牟国江所描绘的世外桃源般的田园生活十分向往。渐渐的，杨春喜欢上了质朴勤快的牟国江。1988年2月底，牟国江的姨父转让了店子，牟国江只能回家。痴情而任性的杨春竟不顾父母的反对，跟随他来见未来的公婆。3月中旬，在杨春父母的反对声中，2人在牟家举行了简单婚礼。然而时间一长，矛盾就出来了。杨春不会做农活，父母便在儿子面前抱怨：你讨个老婆就是放在家做摆设的吗？见儿子放任不管，老2口便在杨春面前指桑骂槐。杨春的日子开始洒满泪水。尤其是1988年底1990年初，杨春先后生下儿子牟峰、牟林后，他与公婆在照料孩子问题上更是格格不入，几乎天天吵架。1993年初，因为杨春和公婆实在合不来，只得分了家。分家后，杨春只是在家照料孩子，而牟国江要种4个人的地，累得精疲力竭。父母心痛儿子，更加迁怒于儿媳。杨春太懒，你摊上这样的女人太苦了，你还年轻，一辈子这样累，哪是个出头啊？干脆离了算了。尽管牟国江坚决反对，但父母此后仍经常把离婚才能让儿子得解脱的话挂在嘴边。在他们看来，这个漂亮的城市儿媳放在农村简直一无用处。公婆这么嫌弃自己，杨春悲泪成河。她将自己在婆家所受的屈辱向父母哭诉。原本就反对这门亲事的杨父当即叫了一帮人来到牟家，双方大打出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牟国江除了和杨春离婚已别无选择。杨父不想让女儿受拖累，迫使他把2个儿子都留给了牟国江。或许是杨春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或许对牟家怨恨太深，他竟再也没有回过牟家看望孩子。离婚后给牟国江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父母，从此性情大变，天天醉酒摔东西，和父母吵架。1995年2月7日晚上11点多，牟国江又喝得酩酊大醉的回家，因为没带钥匙便使劲地踢门。当晚牟能华的老伴儿走亲戚去了，牟能华开门后生气地说：你干脆死在外面算了，免得我看了怄气。在酒精的刺激下，牟国江用力将父亲推倒在地。在房间里看电视的小儿子牟国实听见响动跑出来，见父亲倒在地上，他顺手操起一条凳子朝大哥狠狠砸去。气急败坏的牟国江随即操起一把菜刀向弟弟砍去，但因喝了酒手不稳，牟国实一闪身将刀夺了过来，顺势向牟国江颈部猛砍一刀，致使其当即倒地。此时的牟能华也被怒火焚烧的失去了理智，他抱起墙角一个石凳，对准大儿子的头部猛然砸下，造成牟国江当场死亡。确定大哥已死，牟国实吓得浑身哆嗦：爸，我们怎么把哥打死了？哥变成今天这样子，爸爸你也有责任啊！
你和妈要是不拆散他的婚姻，他至于变成这样吗？牟能华悔泪长流。人都死了，说这些还有啥用？我们要是进了监牢，你哥的2个娃，哪个来照看？这句话提醒了牟国师。是啊，大错已经铸成，最好的赎罪方式就是把大哥的2个儿子养大成人。之后，牟能华与小儿子一起将大儿子的尸体拉到后院，然后揭开猪圈旁边的一块石板，挖了一个坑，将尸体埋进去，再将石板复原。一起惊悚血腥的家庭命案就这么被雪藏了起来。第2天早上，牟国江的2个儿子，7岁的牟峰和5岁的牟林起床后，爷爷牟能华告诉他们，你们爸爸到广东打工去了，昨晚深夜3点钟去坐的火车，怕你们舍不得，就没叫醒你们。以后我和叔叔会好好照顾你们。牟峰和牟林都没有哭，这些年兄弟俩没少挨父亲的打骂，爸爸走了，他们反而觉得解脱了。牟峰来到后院的水井边，叔叔牟国时已经为他提了一桶水，让他洗脸漱口。然而蹲在院坝边漱口时，他不由想起了父亲曾手把手教自己刷牙的情景，眼泪还是止不住流了下来。只是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眼泪滴落的地方就是父亲的埋尸之地。这以后，牟能华和小儿子向村民散布了牟国江外出打工的消息。牟能华父子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牟峰兄弟身上。牟能华每天做早饭都要给2个孩子煮2个鸡蛋，而他和儿子则吃咸菜和稀饭。不管2个侄儿有什么要求，牟国时都有求必应。家里的玩具让村里所有的孩子都看了眼馋。牟峰、牟林先后念书后，牟国时为了让他们受更好的教育，还舍近求远地送他们到乡上去读书，并坚持每天接送，风雨无阻。1997年6月，牟国时因患严重肺炎在医院住院治疗。听父亲说牟峰感冒发着高烧，而且一时凑不到钱，他当即拔掉输液的针管，祈求医院给他停药，办理出院手续，然后用省下的钱给孩子治病。这件事情一度被村民颂为牟国时爱侄儿胜过爱自己生命的经典范例。然而这并不能减轻牟国时的负罪感，每到哥哥忌日或者清明节，他都要和父亲一起到后院埋葬哥哥的地方默默忏悔。哥，当年失手打死你，我和爸一直赎罪，你的2个儿子我们照顾得很好，你安息吧。尽管牟国时父子让牟峰兄弟感受到了人间最温暖的亲情，但棘手的问题还是出现了。2000年除夕之夜，已经12岁的牟峰突兀地问，我爸爸出去打工已整整5年了，咋连信都没给我们写过一封？牟国时连忙说，你爸爸在家时就没对你们好过，出去哪还会记得你们？他要么没挣到钱没脸回来，要么过上好日子不要你们了。牟能华为断2个孩子的念头痛哭起来，说，你爸爸在家的时候天天喝酒打你们，连爷爷都打，我真不希望他回来让一家人遭罪。牟峰受到感触，连声认错，我以后再也不提爸爸了。此时牟国时已经28岁，在当地像他这么大的男子早已结婚生子，但牟国时担心自己成家后妻子会阻碍他对2个侄儿好，婉拒了一次又一次提亲。一晃又是3年过去了。2003年10月的一天，已念初中的牟峰再次给爷爷和叔叔出了一道难题。我爸爸一走就是8年，太狠心了。我现在学了法律，他不抚育我和弟弟，犯了遗弃罪，我要找到他，告他。牟国时和父亲都没法接茬，
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几天后，牟峰又对叔叔说：“最近我老在想，爸爸只是在妈妈离开后脾气才变坏的，之前对我们还是很好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会不会变好了呢？所以我打算寒假去广东找父亲，弄个究竟。”牟国士连忙阻止：“你从来没出过远门，我不放心。你只管安心读书，我年后正好想去广东打工，我去帮你找。”2004年春节后，牟国时来到了东莞。由于没有特长，只能在建筑工地做杂工。每月领到工钱，他都全部寄给家里，并经常打电话告诉牟峰兄弟，自己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们的父亲。然而这年暑假前夕，牟峰再次表示要来广东和叔叔一起寻找父亲。牟国时慌忙以自己所在工地马上要完工，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无法承担2个人的花销为由，予以强烈阻止。虽然再次阻止成功，但牟国时看出了牟峰寻找父亲的决心，自己老是搪塞，难免会让他生疑。为了让牟峰兄弟对父亲死心，2005年初，牟国时终于打电话告诉侄儿：“你爸爸找到了，可无论我怎么劝他，他都不肯回来，连个电话都不愿给你们打。”他还编了牟国江离家10年来的经历。他一来广东，就被人骗到揭阳一家黑砖窑做苦工，一做就是6年，直到2001年底，他才设法逃出黑砖窑。之后就一直在中山惠州一带流浪打零工，但平时又好吃好赌，因此根本就没有积蓄，没脸回家。叔叔所描述的父亲与牟峰兄弟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比较吻合，兄弟俩除了接受被无情父亲抛弃的事实，似乎再也没有别的选择。2005年7月，牟峰考上长沙一所大学，次年牟林也考上了重庆一所专科大学。家里除了2个大学生，牟国时的担子更重了。他每天加班加点，省吃俭用的攒钱，身体上的劳苦他能忍受。最让他不安的是，每次和侄儿通电话，兄弟俩仍然要关心地询问父亲的情况。牟国时清晰地感受到了血脉亲情的神奇力量。2007年初，为了彻底断掉牟峰兄弟对父亲的念想，牟国时托人买了一部可以变声的手机，然后他化身牟国江给牟峰打电话：“峰儿，爸爸10多年没管你们，对不起你们。爸爸就是这么一个混蛋，你们恨我，我能理解。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是要告诉你，我要去云南和缅甸的边境贩毒，有钱了就回来，没回来肯定是死了。你们就好好跟叔叔过日子。”接完父亲的电话，兄弟俩痛哭了一场。这一招果然有用。此后已明白父亲去向的牟峰兄弟再也没有向牟国时提及父亲。见事态已经平息，这年5月，牟国时回到家乡，想到2个侄儿都已长大成人，牟国时这才在父亲的苦劝下考虑成家之事。2007年底，牟国时经人介绍与邻村一女子结为夫妇，次年有了儿子牟玉。成家后的牟国时既要养家，又要供2个侄儿念大学，撑得十分辛苦。2008年底，他不得不告别妻儿，来到湖北恩施做泥瓦工。2009年7月，牟国时终于把苦日子磨穿了。牟峰兄弟大学毕业，牟峰在重庆江北区一家建筑公司做设计师，牟林在九龙坡区一家化工公司做营销。领到第1个月的工资，兄弟俩全部寄回给叔娘，以回报叔叔10多年来对他们的养育之恩。直到这时，牟国时才终于敢相信，当年酿下的罪孽终于可以画上欣慰的句号了。侄儿已不再追问父亲的下落，而且拥有了这么好的人生，大哥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然而命运就是这么残酷，就在牟国时和父亲都以为当年种下的罪恶将永不会被人知晓的时候，
却因为另一起命案被晾晒在了阳光下。2010年4月20号，陈口县人张峰因投毒杀害岳父被一审判处死刑。张峰不服，提起上诉。4月28号，为了获得减刑，张峰检举了15年前牟国实和父亲杀害牟国江一案。据张峰交代，在1998年到2005年期间，他经常和一个叫胡伟的人结伴行窃。1999年10月某天晚上，胡伟告诉张峰一件可怕的事情。1995年正月初二晚上，胡伟尾随喝醉酒的牟国江试图入室行窃，不想到了牟家门外，竟从门缝里看到了牟国江被父亲和弟弟联手杀死的恐怖场面，当即吓得逃之夭夭。接到张峰的举报后，陈口县看守所所长向劲松立即向陈口县公安局副局长彭成友进行了汇报。随即公安局成立了以时任公安局政委、现任公安局长黄小勇为核心的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由于案发时间过去太久远，专案组决定先对牟能华进行外围走访调查。经向村民询问，专案组获得了一个惊人的信息：牟能华的大儿子牟国江被传外出打工10多年，却一直未归。这一情况正好与张峰检举的情况相吻合。5月18号，警方对牟能华进行了传唤。可是年已72岁高龄的牟能华装聋作哑，极不配合。而警方的走访调查让牟国实的妻子万分震惊，她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在湖北打工的丈夫和在重庆的侄儿。牟峰惊呆了，联想到父亲15年前不辞而别，突然外出打工，却有去无回。叔叔和爷爷千方百计阻止自己寻找父亲。父亲失踪前与家人冲突激烈，他真的害怕了。难道父亲真的被爷爷和叔叔害死了？牟峰拨通了叔叔的手机，他不忍心问那个残酷的问题，而是流着眼泪细数了这15年来叔叔无微不至关爱自己的点点滴滴。叔叔，你待我多好啊，我常常在睡梦中感动的落泪。牟峰还没说到正题上，牟国实就痛哭起来。你别说了，我晓得你想问啥，我全告诉你。我之所以对你们兄弟俩这么好，是因为我失手打死了你爸爸，我在赎罪呀。瞬间天塌地陷，世界上最爱自己的人竟然是杀父仇人。15年来，自己一直想找到父亲，而父亲居然就被自己踩在脚下，咫尺阴阳。相对于牟峰的悲痛拒绝，牟国实反倒感到了解脱。5月22号，他主动向城口公安局投案自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与此同时，牟能华也终于认罪。当日，牟能华、牟国实被警方押回自家后院，指认作案现场。警方在后院地下挖出了已掩埋15年之久的牟国江的一堆白骨。案发后，牟峰就一直沉浸在无边的悲痛中，而年轻气盛的牟岭内心充满了仇恨。5月26日，他揣着刀子来到城口县公安局，表明了身份，要求见牟国实。警察见了杀气腾腾，拒绝了他的要求。偏偏这时他碰到了来探视丈夫的叔娘，叔娘的背上还背着2岁的儿子。那一刻，牟林的心里突然冒出一个罪恶的念头：父债子还，牟国实杀死了我父亲，我就报复他的儿子，让他也尝尝骨肉分离的痛苦。然而当牟林逼近孩子，却怎么也下不了手。叔娘背儿子的围裙就是当年叔叔背自己的那条。当年叔叔背着自己挥汗如雨干活的情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叔叔给了自己那么多的疼爱，自己怎么忍心对他年幼的儿子下毒手呢？罪孽的硝烟在回忆的阵痛中渐渐散尽。2010年10月1号，牟峰终于有了勇气回家。牟峰惊讶地看到，
曾经掩埋过父亲的石板缝里，竟长出了一株不知名的淡黄色小花。这是父亲灵魂的重生吗？冤死的亡魂都已选择阳光，活着的人为什么不可以选择宽恕？目前此案还在诉讼过程中，但愿牟风兄弟的宽恕能给这起家庭悲剧换来一个相对暖色的结局。